tiket lah. 今天我们搭快艇五条港 ，Let's go。这一艘木船啊，就是苏珊上次在巴生港口那一集说的，小时候搭的那艘木船，然后中间就是很多船员在那里玩扑克牌，看到吗？刚刚那里有人在钓鱼，其实那里的码头的部分也是有很多人在那里钓鱼。刚刚有一个村民昂哥经过啊，他就问苏珊说：“哎，你们也是来钓鱼的吗？”苏珊说：“不是，没有鱼竿哦，这里有一只可以拿来钓。”走，继续走。从五条港那个码头下来，然后你往村子里面走，你会经过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五条港设立的环保站。苏珊上次在海南村那集就有说过，现在越来越多港崩都有设立环保站。然后还有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苏珊下来第一间看到的屋子，竟然是钢筋水泥土的现代屋。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五条港苏珊其实想来这里很久了。因为苏珊的家乡是在鸡蛋岛，所以一般上都会直接去鸡蛋岛，很少人会过来五条港。然后听说五条港它有一个称呼叫做虾米之乡五条港渔村。上面的牌匾就是有写巴干苏埃里马，就是这里的马来名。巴干上次苏珊有说过，就是你在渔村都会看到的一个马来名词，它是等于渔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苏珊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里所有的木板它都是从船身拆下来的木板，所以就有一定的那个痕迹。为什么有辫子？好像清朝这样。苏珊小学的时候用的桌子就是这样子的，完全一模一样。然后那里有一所小学，苏珊以前听鸡蛋岛的亲戚跟苏珊说五条港就只有一座学校，就是小学。然后他们升上中学的时候就要搭船去到鸡蛋岛去念中学，所以每天要搭船来回。大红花，马来西亚的国花。酸梅OK， 你给我一个啦，谢谢。好，谢谢。这里有什么东西吃的？这里你要去那个大街那里？要去大街那里，后面应该有一个煮草的。很厉害的来跟冰，还好刚刚有遇到古早味冰棒，安迪推荐
最好吃的就是酸梅口味的。米粉虾汤还是鲜汤？我的清汤米粉。鲜汤米粉给虾汤什么？哎呀，睇下我哋自己份沙粉。虾米粉面，上面这个叫烧肉哈，很像苏珊以前店里卖的黑肉，一个是它的烧肉啊，真的很像小时候妈妈卖的黑肉，外面甜甜的。先来一口汤。刚刚老板娘有问苏珊啊，你能吃辣吗？能，就加辣了。所以你不能吃辣，你就说不能。下次，你吃这三八，它三八是属于那种顺喉的，很舒服的，甜甜，可是也是带比较辣一点。如果你不能吃辣，就对你来说很辣。苏珊啊。刚刚看他们啊，不止晒虾米，还有晒江鱼仔，所以应该也是这里的江鱼仔。炸雪糕，芋头口味的。炸雪糕啊，其实是苏珊小时候去鸡蛋厂，然后回来把生的时候一定买的。这是芋头口味的，啊，它是用面包裹着雪糕去炸。好久没吃了，很朴素，试试看。它有放甜豆，然后还有凉粉条，啊，也不错，这样子搭配。苏珊反而喜欢这种没有那么丰富的口味，它就很跟这村子很像，很朴素。这间店小小啊，什么都有卖 ，ABC 炸雪糕、古早味冰条，卖冬阴面、清汤面、干捞面。然后啊，这里的人啊都是很熟了的，来这里，我不要江鱼仔，我不要烧肉，我要虾汤，什么什么什么，老板娘不用写了，全部记在脑袋。云吞面，哇，满满的烧肉。然后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它的云吞是直接附在面上面给你的。这面条看起来跟其他人的云吞面不一样。刚刚苏珊你看，云吞面一盘上是黄色的，它的好像是手工自己弄的，很 Q 弹。哦，它的面很有嚼劲哦，面的香味也很香，那个香油味。苏珊的妈妈自从卖西餐过后就不卖黑肉了，在这里还是有的吃。这个我们这里叫青辣椒，就是用大条青辣椒去腌制白醋跟糖，一般上吃干捞面都会给。但是苏珊比较喜欢三八。完食一共吃了28块 ，ABC 5块，炸雪糕5块，然后2碗面9块9块。然后它跟海南村的一样，也是无招牌小店。然后你们有缘的话就可以吃到。哦，它其实是属于五条港的北区啦，所以你们往北区走就可以看到。北区海边，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宁静，远离城市的喧嚣。
在这里啊，苏珊说话的音量啊，也不自觉的开始放小，有一点像来到图书馆这样。彩虹小屋，不需要去澳洲，来五条港就可以看到。然后在门上，大家有看到有一个牌匾吗？它其实是叫做堂号，这个的堂号叫香山。然后苏珊刚刚从五条港的码头一路走来，都看到有很多像有太原啊，然后宝树，然后这些堂号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当年马来西亚人下南洋，当时还不叫马来西亚，叫马来亚。然后华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自己建自己的屋子，他们就放一个牌匾，就是叫堂号。然后牌匾的上面的文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是代表你来自哪个地方，就是中国以前地区的名称，像太原，它就是来自太原。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宝树，它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就是跟树有关的。然后以前的人很厉害的，他们只要看到你是香山，他就知道哦，你是姓陈的，还是姓谢的，还是姓李的，然后你是来自哪里。可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少有这些堂号了。可是你在马来西亚很多的华人新村都还会看到很多屋子保留堂号。这里啊是五条港最北边，然后苏珊在的这个地方是一间小小间的拿督公庙，在旁边呢就是红树林。红树林啊，以前苏珊听爸爸说有鳄鱼出没了，这里不懂会不会看到哦。刚刚在搭船的沿途过来的时候，其实船的两侧它就是一大片的沼泽地，沼泽地上面的就是一大片红树林，远远看过去哦，一颗小小的，就很像小豆苗。然后苏珊听说，就是你搭船的时候，如果当时它是退潮，你就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红树林，因为它会走外海，就是走大海的部分。如果是涨潮的时候它就可以走内海，就你走沼泽地之间，你就可以看到两侧的红树林这样子。走了好久啊，到了五条港最南边，哇！建议大家要租脚车，继续看。打卡成功，这就是最南边啦。然后一路上困难重重啊，好多狗吠。有卖吗？啊？有卖吗？卖黑糖糕啊？啊，有啊。有啊。啊。嗯。大力多少？大力的。多少钱19哎。19块，你给我一粒大力的。啊？大力的吗？秀秀黑糖糕，一个那么大个，19块钱。秀秀黑糖糕，不要怀疑，这里继续走，大概走多8分钟就到了。我刚才有来，然后没有看到人，我就去前面一下。
你係8。啊，點解咁樣三十幾塊啊？一個人一百塊。係，我都係講到。8。啊，這樣子也不一定的，1點多。最晚6點1點都有。哦，對。你這樣不叫我加10塊大嘅啊？你不加幾點5嘅先得？呀，應該嘅。哎，那就在這邊。熱騰騰的蝦餅，終於坐下來了。這裡的茶餐廳很有意思，都沒有賣吃的，都賣水。這家蝦餅啊，蘇珊剛才問老闆娘什麼時候營業，她說不定時的，看緣分。然後一直有人跟她講，老闆娘5片送去哪一個茶餐廳，10片送去哪一個，然後她記得到完，然後她的侄兒還是孩子就幫她騎那個電車，就這樣送去，試試看。它是帶殼的蝦去炸的，然後這個應該是韭菜，它的麵餅是屬於薄的，不用去北馬也可以吃到薄麵餅。蝦餅非常適合下酒，難怪那麼多人就是一包蝦餅，然後一箱啤酒，鹹香鹹香的，放點辣椒醬。雖然覺得加辣椒醬更好，它有甜去中和那個鹹香鹹香。有緣分就一定要去買來吃，3片感覺不夠吃，等下再買多1輪。這一家跟麗都有的拼啊！最後一口。黑糖碰糕，这个开箱方式啊，很像黑糖椒干巴龙。黑糖碰糕，蘇珊在搜5條港美食的時候，第一個跳出來的食物。黑糖碰糕，蘇珊剛剛在5條港走的時候，發現有2家，都是在南區。你會先經過劉家莊，然後劉家莊再去就是秀秀碰糕。秀秀是蠻遠的啦，差不多最南部。黑糖配黑糖，這是可樂了，也是黑糖的一種。它的整體的口感和味道其實蠻像一種糕點，叫換味，但是它整體是用黑糖做的，包括它中間的醬汁，它應該是另外調的黑糖漿，然後配合這個糕放一起，就是黑糖配黑糖，再配黑糖，等於黑糖。蘇珊啊，今天在5條港待了差不多5個小時，5個小時的5條港。蘇珊就覺得5條港啊，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散步、散散心的地方。它就遠離城市的喧囂，這裡真的很寧靜。但是如果你是要來5條港旅遊，那你就要跟旅行團找個導遊，導遊就會安排你們去魚排、去餵魚、去看老鷹、去抓螃蟹，然後去吃海鮮大餐。蘇珊聽說這裡的花蟹非常不錯，可惜要預定的。但是如果你像蘇珊是這樣子自由行的，那你就需要提早預定，因為這裡很多的餐廳它是不接受你直接 walk in 的。然後剛剛蘇珊唯一可以走進去直接吃的店，就是一個不確定是哪裡的人，他在那裡賣的蝦麵哦，很好吃一下他的蝦麵。然後蘇珊本來以為沒有名字的，結果他谷歌上面有寫蝦麵2個字，這名字也太接地氣了哦。還有那個蝦餅就要看緣分。然後如果你像蘇珊這樣子自由行的話，你要看好船的時間，
因为啊，它好像2个3个小时才有一趟船，不像是如果你去鸡蛋岛，它就是每1个小时就有一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没有忘记了嘛。然后如果你是一个钓鱼佬，你也可以来五条港，这里是一个钓鱼圣地，绝对不会有空军的。苏珊刚刚看了一看啊，大家都有收获。苏珊先到鸡蛋岛的码头，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鸡蛋岛的码头终于上回来巴生了。那一个5条港的船应该是每2个小时就有一趟船。然后该上着那个楼梯，苏珊又想起每次阿嬷上下巴士的时候，就跟爸爸一起扶着阿嬷上来。走，接着找吃。Woodlands， 苏珊又回到了新加坡了。大家不要怀疑自己，当你看到Woodlands，然后转进来就是等下要去吃的那家店。然后苏珊啊，气死苏珊！刚刚就是因为错过了，绕了一大圈。好，我们去吃。有虾吗？虾有，你要蒸虾还是要揪饮？真的呢？真的，小的。小的。然后有什么蛋？鸡蛋啊，鸡蛋我们有5煎，要不要？好了，我煎。5煎。OK。可以了。3样。3样。今天也是喝茶。谷保。在马来西亚，我们一般上叫菜吃饭都会泡个茶有谷保啊，普洱、铁观音、香片差不多就是这几种。这间店非常有的古早味的味道，都是用木板搭建的。拍吃的，然后刚好看到这里好像有好吃的，就来。OK。我刚刚从那个5条港上来，刚刚在5条港没有吃到海鲜餐，上来巴生港口有一个外面看不到招牌的隐藏小店。这藕煎很香，它的藕很大颗，很饱满，很新鲜，好爽。刚刚老板他们有推荐，就是吃藕煎要配的辣椒酱，汤蒙果我们也是很喜欢吃的，只要是海鲜类的都会点这个辣椒酱。这个草鱼非常的像苏珊在鸡蛋岛阿嬷的招牌菜，他们一定有这个草鱼几乎一模一样，然后有人叫来，然后吃粥，就是一天的早餐，试试看味道。这个鱼虽然它样子看起来很像鸡蛋岛阿嬷炒的，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它这个是煮有一点干香干香的，然后配菜有辣椒干这个煮干香一定有的咖喱叶，然后洋葱，还不错，这一道。绕饭，远远就嗅到酒香味了，它应该是放酒，还有鸡蛋一点点去蒸。醉虾，这个应该是这样，试试看。苏珊最喜欢吃虾的部位其实不是虾肉，是虾脑，很香那个蛋香味。这个虾还挺用心的，它还去了虾线。确实，
哇，它的虾很新鲜，很 Q 弹。你看，剥过了耶！不要玩食物。这家海鲜店的味道啊，它很像苏珊家乡阿妈开的那间店，它就不是很惊艳的，但是你有那种家常菜的味道，就有点像你如果是渔村长大的，就苏珊每一年过年都会回到那个小小的渔村嘛，然后炒的一桌子菜啊，就是这样子的味道，然后就特别怀念那种回忆这样子。那就连米饭啊，都很像渔村用的，它的米饭是带一点黏的，但是又颗粒分明。今一整个行程啊，让苏珊感觉像是农历新年回到家乡的感觉这样。其实苏珊有2-3年没有回去了。最后一口。完食，这家的服务是真的非常好。看老板啊，时不时就过来看一下，诶，水还有没有啊？冰块还有没有啊？然后老板娘炒完菜又出来问你们够不够饭啊？真是服务顶级。到现在60年。哦，60多年你加工传给你们？没有，就是说我加工差不多做到30多年，连我们接手下来20多年了。哦，你也做了20多年。对。你加工也是渔村人吗？不是渔村人，也是这边出生的，土生土长这边。我们之前是好像园丁这样的。有卖清汤啊，卖粿条啊，卖那种的。后来就改变一下，卖海鲜。因为它的味道很像那种渔村煮的，所以我就一直想你是不是渔村？家乡味啊，有一点点哦。有哦。OK 啦，谢谢。OK， 我谢谢你才对。刚刚一共吃了111块，非常好的一个意头，然后虾是45块，炒鱼30块，蚝煎是25块，非常实惠的价格。这里距离刚刚的码头是8分钟的车程，所以如果你在渔村吃海鲜吃的不是很过瘾，你可以来品尝他们的手艺啊。苏珊觉得就很有家乡味，然后它是一对夫妻经营的一个小店。包括它的那个外面啊，也是没有招牌的。不过你在 map 上面它是写友谊海鲜店，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应该是12点，然后营业到晚上的9点，每个星期一休息，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刚刚吃完之后啊，老板娘还推荐，我们的后面啊有一条河流很美的，你要不要去看看？所以苏珊就来了。这条河流啊，它的水是流向大海的，那个大海就是刚刚苏珊乘船到5条港的那一片大海，然后刚好它这里后面也是一片沼泽地，然后上面也是一大片的红树林。好了，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就说一声拜拜。